我们原本是一，在所有名字之间相遇，不再分离，不再逃避，每一刻都是创世的记忆。我们原本是一，当我说出我爱你，那不是对你，而是对整个存在的回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这集我们来聊聊所谓的负面实体吧。还记得我们说过的极化吗？也就是第三密度选择的 STO 服务他人或 STS 服务自己这两个方向。世界上有正向极化，就有负向极化。我们可以说它是正与负，黑与白，光与暗。这是宇宙自然的呈现，这是不同路线与理念的探索，彼此会互相影响对方，这是出于对真理的不同理解。但人类总是喜欢用正义与邪恶这种字眼来称呼这两者。今天如果人们是正向的极化，人们就会称负向极化是邪恶，反之亦然。非我族类就是敌人，不同信仰就是可憎的异教徒，这是多数人类的倾向，所以历史总是造成许多杀戮，无法宽容和更深入地看待彼此。阿吴建议各位放开一点心胸来看待彼此，因为这集我们要聊的负向实体会让人误解他们是邪恶的，但其实只是对真理追求的不同方式。你可以不认同对方的方式与行为，但不要轻易把对方冠上邪恶这样的字眼，因为那会让你失去对真理的理解。如果我们都是一，正负、光明与黑暗也都是一，大家需要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待这一集，这是阿吴要严肃提醒的。好，有了这个观念后，我们就来聊聊那些选择 STS 的负面高密度存有是什么，以及其逻辑、理念和方法吧。这世界上如果有像拉这样的正向极化的复合体，在不违反自由意志法则下试着引导、教导人类，那么当然有负面极化的群体也会试着向人类表达他们的理念。在 Law of One 中，负面实体通常指选择服务自我道路 Service to Self STS 的意识存有，他们不是天生邪恶，而是走一条以控制、支配、操弄、权力集中作为进化方式的道路。负面实体广义主要类型有3种：一、猎户集团 Orion Group， 这是一的法则最常被提到的负向联盟，其特征为高度阶级制，强者控制弱者，利用恐惧与分裂，喜欢被崇拜、服从。他们的目的是极化自己，透过控制他人，扩张影响力，招募愿意追随权力的人类意识。二、所谓鬼、恶灵、低频灵体，在一的法则没有用大量民间术语分类鬼，但这些可以对应为困在混乱状态的意识残留，执着未解的心事模式及低阶 Astral Time Space 层面的混乱存在。它们不一定都是邪恶的，很多是迷失、执着、混乱，寻求能量依附。三、人类中的负面人格载体。其实最常见的负面实体影响不一定来自外灵，而是透过人类自身意识运作，例如极端操控者、情绪虐待者、权力成瘾者、利用恐惧操纵群众者。我们这集先来介绍猎户集团 Orion Group 是什么。
在 Law of One 中，拉提到的 Orion Group 通常被描述为一群走 Service to Self STS 服务自我路线的社会记忆复合体与相关存有联盟，不是单一星球、单一种族、单一王国，它比较像多个负向文明的联盟，共享控制哲学，具有阶层结构，对外扩张影响力。为什么叫猎户呢？这里很多人误解。拉使用 Orion 通常是地球人熟悉的星区名称，方便人类定位的称呼。它是指设某区域来源或势力带，不一定表示所有成员都住在我们天文学定义的猎户座3星附近，比较像我们人类的北约、欧盟，是一种区域势力称呼。所以他们的核心哲学是什么？负向极化的本质，透过控制他人来强化自我。常见价值观为强者支配弱者，阶级秩序，服从高于自由，恐惧是有效工具，知识作为权力资本。这样的核心哲学在地球大家一定常常看到，因为地球是一个混合的星球，虽然正向比例高于负向，但依然是一个并存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倾向的人与团体应该都不陌生。那么他们如何进化呢？在1的法则中，负向道路也能进化到第4、第5，甚至部分第6密度。方法不是爱与合作，而是强烈意志、高度纪律、自我中心一致性、控制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笨蛋，也不是混乱邪恶怪物，常常非常有组织。因为 STS 从第3密度闭月程度需要 95% 的倾向，所以极化的人数当然相对少了很多。但这些进化的 STS 每个都是很有自己的哲学理念和非常聪明的实体哦。虽然理念不同也会有冲突，但阿吴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尊敬他们的。那他们如何接触地球呢？拉描述他们多以尊重自由意志边界下的邀请原则发生，也就是当人类集体产生共振时，例如人类发声、崇拜权威、渴望被拯救，因恐惧混乱想交出自由贪图力量与捷径时，就更容易形成接触窗口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拉特别提猎户集团呢？宇宙的负向集团当然不只有猎户集团啦，只提到猎户是因为因为和地球互动最直接， Ra 讲的是地球第3密度进化史，所以会优先提对地球有持续影响的负向势力，而不是在做宇宙势力百科全书。2，因为是代表性负向联盟，就像讲国际政治会提某几个强权，不代表世界只有那几国。因为我们从小看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电影或其他作品，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：负向文明会不会统治全宇宙呢？答案是，他们会成立集团并活跃影响一些区域，但无法统治全宇宙，因为 STS 路线有内在限制。他们的优势是高效率、强执行力、集权快速。他们的限制为缺乏真正信任、高度竞争内耗，到第6密度必须面对爱的整合难题。所以负向道路到后期很难继续，还是需要把倾向转向合一的方向，才能继续往第6密度迈进。这里阿吴要说一个重点，
猎户集团未必只是外在势力，也象征人类内在的控制意识。也就是当人类自身出现崇拜强权、操控他人以恐惧治理为利益牺牲真实，那就已经在和 Orion 频率共振。共振就是向对方提出邀请，那么他们就有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去影响你，因为是你提出的邀请的，并不是他强行介入，所以这样并不违反自由意志法则。在一的法则中，猎户集团不是宇宙唯一的黑暗势力，而是对地球最具代表性的负向联盟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他们在哪里，而是我们是否把力量交出去。阿吴再来深入说一下负面实体影响人类的原则给大家听。在 Love One 的脉络里，负向势力受自由意志法则限制，因此不能随便强行全面干预，所以他们最有效的方法是诱导、操弄、放大、利用。也就是说，你自己同意，你自己相信，你自己交出自主权。现在阿吴来介绍负面存有影响人类的主要5种方式。我说这些，如果你是 STS， 你将学习如何更深的极化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如果你是 STO， 也学习如何避免陷入这种陷阱。1. 利用恐惧，这是最有效与最强而有力的入口。当人处在恐惧时，容易放弃判断力，寻找强者依附，接受控制，并做出短视选择。常见恐惧主题有生存恐惧，指直接威胁个体的生命被排斥恐惧，指人际团体的压力；未来恐惧，指对不确定的恐惧，以及死亡恐惧。阿吴不得不说，人类的宗教系统是其中操控恐惧的佼佼者。恐惧会让人主动把自由换成安全感。2. 制造分裂与对立，让群体彼此敌视。左右对立、宗教对立、种族对立、男女对立、世代对立。目的不是支持哪一边，而是让人们持续陷在仇恨与分裂中，因为分裂的人类不容易觉醒合作。3. 崇拜权威与救世主心理，让人相信某个领袖会救你，某个组织最懂真理，某位老师替你决定人生，你不需要自己思考，这会让人把内在主权交出去。4. 放大欲望与匮乏，让人一直觉得我还不够，我需要更多，我拥有才有价值，赢别人才算成功。这会使人永远向外追逐，无法回到内在平衡。5. 污染真理，真假混杂这点很高级，也很像现代社会，不是给你纯假讯息，而是70%真，30%扭曲，让人更难辨别。例如，灵性概念加操控术，自由口号加集体煽动，爱的语言加情绪勒索。阿吴认为这是最厉害，让人最难以逃脱的方法。那他们影响人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其实他们不是单纯想害人，他们的目的是1. 负向极化成长 STS 进化。在1的法则中，控制他人本身就是负向修行方式，也就是控制越成功，负向极化越强。2. 获取追随与服从，结构建立层级体系，上位者控制下位者，下位者再控制更下位者，
这种金字塔式权力链很符合负向道路。3、阻止人类集体转向第4密度，正向的第4密度偏向爱、合作、真诚、新轮开展，这与猎户集团的控制哲学相反，所以拖延人类觉醒，保持混乱对其有利。4、招募有潜力的人类意识，某些强意志、强野心者，若走控制路线，可能成为其频率同盟。那么他们是怎么来的？负面存有不是突破大气层进来，而是透过人心的裂缝进来。裂缝包括恐惧、贪婪、仇恨、自卑、崇拜权威、想走捷径。他们对个人的影响形式不一定是附身那种戏剧化形式，而尝试持续自我否定、沉迷报复幻想、极端控制欲，把所有人当敌人，享受操控他人的快感，把爱视为弱点。所以阿吴提醒大家，若你不觉察自己的阴影，就可能成为负向力量的载具。说了那么多负面实体的特性和他们的操作技巧，好像阿吴在教厚黑学一样，有人可能会害怕担心被他们影响。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啦，阿吴来教你们怎么不被影响。最强保护方式不是符咒，不是拜神明，而是自我认识、情绪稳定、不畏养恐惧、保持辨识力、真诚与爱、有界限的善良。在一的法则中，猎户集团最大的力量不是控制世界，而是让人类习惯被控制。很多人好奇，正向与负向势力同时存在，彼此方向相反，那他们会不会开战呢？很多人会直觉想成，这是光明联盟 vs 黑暗联盟，或宇宙正邪大战，像电影或动漫演的那样热血澎湃。在一的法则中，正向存有通常不以战争对抗负向存有，而是透过提供选择、守护自由意志与稳定光的频率来互动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像人类那样的打仗模式，而是异市场竞争模式。你或许会问，为什么正向方不直接开战，直接开干不就好了？因为在 Law of One 中，正向道路 STO 的核心是尊重自由意志、服务他人、合作与理解。如果用强制手段消灭负向方，就违反自己的道路。若为了正义而强迫他人，正向方自己就开始偏离正向，这非常重要。就像人类自古拿着正义的旗子到处烧杀掳掠，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接下来很多人会疑惑，如果这些负向高密度存有像是猎户集团影响人类，不是为了资源掠夺，也不是单纯侵略，那到底图个什么？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到底是什么？若用地球人的思维，可能很难理解，因为我们常把动机想成抢土地、抢金钱、抢能源、打仗、征服。但在 Law of One 里，负向高阶存有追求的核心资源不是物质，而是意识中的权力、控制与极化成长。是的，猎户集团影响人类的重要目的之一，就是让自己更负向极化，更有力量。但这个力量不是肌肉力量，而是意志力量、控制能力、支配范围、阶层地位，在负向道路上的进化程度。
那为什么控制别人会让他们变强？这里是非常关键的理解，因为在负向哲学中，宇宙被看成强者本应统治弱者，所以每一次成功控制他人，都在证明自己更强，自己意志更集中，自己更有资格居上位，这会强化其整体振动模式。所以如果是高维度的负向存有，他们要的不是黄金，不是能源，他们才不要这种肤浅的东西呢。他们要的更深，是一种意识收益。如果一个人因恐惧交出判断，因欲望交出原则，因崇拜交出自主，因仇恨交出理智，那负向影响就成功了。他们最想拿走的不是你的东西，而是你能决定自己的能力。阿吴这集讲的高密度负向存有的特性，相信大家在自己周围都感受过那样的人或组织团体，只是阿吴这集又更露骨与详细的解说他们的逻辑与方法。他们并非邪恶，也不是撒旦，他们只是选择了理解真理与神的另一条路。你可以选择负向的道路，也可以走向正向。记住，这不是邪恶与正义，而是选择学习意识进化的路径不同而已。阿吴虽然是 STO， 也常被 STS 烦，却也不会诋毁 STS 是无可救药的坏人哦。最终，他们还是会走向合一的道路的。这集我们专讲负向实体的高密度存有猎户集团，但高密度的正负向存有如果想影响地球，他们需要遵守一些宇宙规则。这个维持双方的规则就带出了守护者 Guardians 概念。守护者是什么？我们下集再说。下集我们也会再继续说明其他负向实体的一类，也就是所谓鬼、恶灵、低频灵体，也就是我们地球上的鬼故事里的鬼是什么。先这样，拜拜。1, 2, 3, 4